Hello，大家好，今天是1月23号，美股盘前行情快报。在特朗普就职后，美股市场出现剧烈的变化，标普指数再创新高，其余各大指数也都出现明显上涨。新机之门引发 AI 热潮，是最近美股短线上涨的一大推手。在短线狂热下，阿哲来泼冷水。本期视频会告诉你美股当下行情的短线风险，以及存在加仓机会的中线个股标的，比如特斯拉或者 MSTR。我们看到今天的行情图版。接下来我们先看到本期视频的行情目录。今天是市场观察纳斯达克指数133期的视频。阿哲呢会依旧用3个维度、3个方面来告诉大家本期视频的行情观点。第一部分我们会讲到纳斯达克指数的市场观察、趋势结构分析和空间点位计算。第二和第三部分我们会讲到本期视频的一些个股分析。第二部分讲的是特斯拉和英伟达两只阿哲比较关注的标的3个维度的技术面分析。第三部分我们会讲一下以下个股的技术面快报，通过资金和动能指标，我们会分析台积电、苹果、PLTR、谷歌、亚马逊、MSTR、高通以及 AMD 的行情快报。那么在其中的行情快报列表当中，阿哲把以往的博通剔除掉了。那么后续如果博通有出现新的机会，阿哲会在行情的快报当中去叠加。而当前的博通相对短线机会较少，并且存在风险，那么阿哲就不在行情快报当中去进行一个提及了。在正式内容开始之前，阿哲要相对提醒一下新同学，因为阿哲的视频内容比较多，所以时长呢难以去把控，往往会有比较长的一个时间。如果您的时间比较着急，或者说您的时间较为宝贵，那么您可以看一下下方的时间轴，点击播放按钮旁边的这一个三角形，那么可以看到本期视频阿哲所准备好的每一个列目所代表的时间。你点击下方的时间轴，你又可以快速的看到你所要得知的一部分内容，那么相对能够解决你的一些困惑。那如果是老同学，那么可千万不要忘记要从头到尾认真的去收听。在这里，阿哲再次的感谢老同学们的一个支持。那么现在我们看到第一部分有关趋势结构的一个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在前期的低点后，股价出现了比较强势的行情上涨，这是纳斯达克指数的日线图表。那么其余指数也相同，在这个低点后出现了比较明确强势的一个上涨。而在特朗普就职之后呢，市场又继续的连续的加速。在上期视频当中，阿哲的观点是，股价后续如果真的下跌，以前期为中期低点的观察，那么每一次下跌都是加仓机会。但很可惜的是，在后续的2天走势当中，并没有出现阿哲想要的调整，所以呢，在中线来看，没有回调去加仓买进的机会，短线呢可能依旧是在获利阶段。那么目前走到这里，为什么阿哲认为是一个短线获利了结，或者说存在获利了结机会的一个地方，而并不是会持续的上涨？这是我们第一部分要去讲到的一个内容。我们看到第一部分，上期视频我们讲到，这是一个中期底部的上涨，后续每次下跌都是机会，只是可惜没有下跌。而在本期视频当中，阿哲主要的观点是，纳指或者说美股目前在前期的新高之下，纳指的所有上涨都是以风险去对待，目前是一个上涨风险的区域，要小心市场出现的滞涨 K 线，目前还处于右侧单边的不断创新高、不断上涨的区间。而我们的操作策略也比较明确，就是回撤这个楔形下降的一个轨道的上轨的时候去止跌买进，或者说股价真的强势会直接创前期新高，那么则加仓追涨买入。这是目前阿哲所认为不错的2个操作方案。而在此之前，在这个中间区域，我们认为是存在风险，特别是短线的风险。那么这一个风险具体从何而来？目前的美股市场明明都在上涨，为什么阿哲你认为目前的上涨是风险？这是一个预测吗？这个预测它有效吗？我们看到前期的一些分析，目前你所看到的上方是纳斯达克指数图，而下方是标普的指数。那么两者之间，我们可以去发现一些指数的分化和同步。那么现在大家看到这一个截图，这个截图呢是阿哲的某一期视频，这个视频已经是上一年的1个月前的。当时呢是在12月份中旬的时候，纳指和标普的一个上涨行情。当时在这一轮上涨当中，很多人也是不断的看好美股指数，美股呢认为会在2025年延续强势，会一直涨，一直涨到年底。但实际的结果是，股价在12月16号时，纳指见到高点，而后股价调整到目前。
而这个高点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去创新高。那么当时阿哲在视频当中有讲到怎么去识别这个风险，为什么它是风险？因为这种叫做指数的分化背离，在当时的环境下，标普指数在12月6号见到了高点，然后股价先行调整，而同时间的纳指是同步的上涨，在12月16号前见到高点，然后下跌。这种高点之间两指数相差较远的情况，就叫做指数的分化背离。它意味着在上涨途中有那么一方资金提前的去撤退，提前的去观望，而有那么一方资金还在积极看多，这是一种资金层面上两市之间的分化表现。这种分化一般会导致两种结果，要么就是提前去逃顶的人他是对的，价格后续如期下跌，要么就是提前去卖出的资金，他看错了，他踏空了，后续股价还会持续上涨，甚至是加速上涨。这就涉及到指数的分化、背离以及修复。我们会看到，当时阿哲提醒的是风险，而特斯拉以及一些个股都需要止盈。美股上涨，当时有可能是诱多，一定要小心。后续你会发现，在视频发布不到2天，出现一根大阴线下跌，而后行情开始调整，走出了一个下降楔形。那我们看到现在，在这个高点之下，我们会发现纳斯达克指数是没有创新高的，但所对应的下方的标普指数，它其实已经在昨天创了新高，刷新了高点，最高的高点已经到了6100.81。而在这个过程当中，标普创新高，纳指不创新高，其实呢也是一种上涨当中的不同步，也叫做顶背离的现象。在这种背离之下，它又回归到了之前我们所说的美股上涨隐患，本次在创新高之前，它都有可能是诱多。所以目前的纳指，它想要真正的走出继续强势的上涨，它的下一步一定得要去同步的创新高。只有纳指同步的上涨，创出左侧新高，我们才认为本次的上涨是真的大行情的启动，它会延续短线的上涨。而假如保持在这个状态，纳指不创新高，而标普创新高，这种分化如果保持，那必然后续是以风险来看待，将会再次重演之前的顶部的诱多行情。所以阿哲呢，在本期的观点当中就比较的清楚了，为什么要等待纳指创新高才去追涨买进，而不是现在追涨买进？就因为它只有在新高之后才会把分化解除，两市才会同步。那么市场的资金呢才会共同的去做多，而目前还不行。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纳斯达克指数昨天跳空高开高走，虽然说没有创新高，但是实体阳线还算不错，还算漂亮。但所对应的下方的一个标普指数呢，在创新高之后却是创高收低，收盘并没有创出左侧的新高，而后走出三阳小顶结构。什么叫三阳小顶？就是连续3根阳线，而第3根阳线的实体比第2根实体要缩短，缩短的越明显越好。它是一种上涨当中在关键位置上出现了多方动能衰竭的表现，类似于前期这里股价在大阴线上沿，它是一个压力区域，价格出现了连续的3根阳线，1根、2根、3根，而在第3根阳线的位置，它的实体比昨天的阳线实体明显缩小，缩小很多，这又是一个在关键压力位附近出现了动能衰竭的表现。而当前的标普指数是不是也是连续上涨，出现三阳小顶，而来到了关键的左侧高点的压力附近，出现了三阳小顶，说明动能有所不足。那么目前我们需要等待是一个确认的信号，因为价格目前还在强势的上涨。那么我们认为股价只要左侧高点一直在创新高，它其实是一个很标准的上涨强势的序列。那这种情况下，你说你要去逃顶，要去卖出，它肯定是一种左侧的分析，是一种提前于市场的判断。那么这种情况下，如果你说阿哲我不想左侧逃顶，我想要右侧逃顶，那么这个时候你想要把握更加明确后续的下跌或上涨，你可以等待一个信号，就是价格不再创新高，股价不再创新高，并且收盘跌破了标普的这一根阳线三阳小顶最后一根 K 线的最低价格，那么你可以认为本次的风险开始释放，短线将又迎来一次调整。在这次调整之后，才会真正的迎接新的行情。这是一个右侧的观察，等待一根阴线跌破三阳小顶的防守位。而假设在这种情况出现之前，股市依旧在上涨刷新，那么我们就认为它还在上涨，它依旧是强势的。这是一个右侧的观察方案。
假如你是左侧投资者，那么你可以在目前就开始左侧高抛即可。以上就是阿哲的第一部分关于趋势结构分析和指数的分化背离分析，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思考和帮助。那么如果对刚才所讲到的指数背离分化，你如果还不太清楚，也可以看一下1个月前阿哲的这一期视频，当时阿哲呢讲的可能会更加详细，并且更加明确一点。听到这里，如果您是老同学，可千万不要忘记为阿哲的视频点上一个小红心，点个赞，来支持一下阿哲本期以及后续视频的创作。那如果您的时间比较充裕，那么能够留下一句评论，那么阿哲会更加感激。而假如您是一位新同学，第一次来到阿哲频道，第一次来到阿哲的视频，观看阿哲的一个行情解析观点，那么也希望大家能够在有所收获的同时，可以点一下订阅，并且点开全部铃铛，这样以后阿哲的每期视频、每期的行情观点，您都可以在最开始、最及时的时候收到阿哲的通知，可以第一时间看到阿哲的视频和直播。阿哲讲技术频道主要是以技术分析来分析美股市场行情。那么希望在2025年，我们可以一起学习，一起在美股市场当中去实现稳定的盈利增长。接下来我们看到本期视频第二部分，叫空间的技术点位分析。所谓空间技术点位分析，是阿哲在每次美股盘前都会发布的一条信息、一条消息。那么这条消息呢，会在 Telegram 当中去发售。你只要是阿哲频道的新订阅观众，那么你至少会有半个月的时间能够免费收到阿哲这条盘前提示。我们看到最近1月22日，也就是昨天美股开盘之前，阿哲所发布的这条消息。这条消息呢，会包含阿哲日常的一个观点，以及一些技术点位上的空间价位的测算。我们可以看到，在昨天盘前，阿哲讲到的是首个交易日在特朗普就职之后，美股市场对于事件的反应是上涨的，并且多头也比较强势，所以纳指的向楔形被突破应该不是什么难事。后续有2点要关注，一个就是楔形突破的是否有效。目前呢，我们可以看到纳斯达克指数虽然股价出现了高开高走突破，很强势，但是这种强势的突破是否真的能够有效的去突破这个楔形，我们还需要等待一次回撤，亦或者是它快速的去新高，这2种现象的出现才能够代表它的楔形突破是有效的。回踩楔形有止跌再次上涨，以及不回踩但是会直接创新高，都可以认为是本次楔形的有效突破，而目前都还未确认。而小级别的一个顶背离修复，就是刚才阿哲所说的前高的位置能不能修复。那么这2点只要去关注，你就对美股当下的行情究竟是短线风险，还是能够延续中期上涨，就会有一个比较明确的观察方向了。那么另外的就是关于纳指和特斯拉的一些日内点位预测。这个点位预测不是阿哲认为它当天一定会涨到哪个点或者跌到哪个点，而是阿哲认为，如果多空双方是正常的表现，那么他们的收盘价应该在这2个价位之中，而不会超出。而假如股价的收盘价当天超出了预测的高点压力，那么说明它突破了压力，那么这就是多头极度强势的表现。而又假如它的收盘价可能跌破了低点支撑，那则说明下跌力度比较凶狠，空方比较强势，那么当天空方则极强，后续看跌。那在最近，只要你在阿哲的 Telegram 学习小组当中，你会知道阿哲最近的一个盘前的消息，其中写到的都是看涨，维持看涨。为什么？因为最近价格走势一直都是突破预测的高点。现在我们看到这个图表，这个图表是纳斯达克指数的日线图表，而你也会看到在 K 线底下有一些绿灯和红灯，它们代表的含义也很简单。当出现绿灯时，说明当天股价收盘突破预测高点，多方极度强势；而当天如果是红灯，说明股价收盘跌破预测低点，则说明股价空头极度强势，要小心风险。那么最近股价在下跌之后出现了首个绿灯，而这一天开始，我们说从空间点位上看涨。第2天又出现了红灯，第3天出现了绿灯。上期视频我们讲过，这是一个变盘信号。变盘信号之后，它如果是绿灯，或者说收上涨，则股价继续看涨。那你会发现的是，在特朗普就职之后，这一天是上涨的，所以红灯、绿灯、红灯连续的多头极强、极弱又极强，而后的变盘方向是看涨。那么这里意味着股价后续短期大概率会上涨。这一天出现了高开高走，
跳空缺口。你会发现，从这根假阴线开始，底下都是绿灯，1天、2天、3天，连续3天都是绿灯。所以当下，如果你想要更加确定性的看待目前的上涨，美股是否有一个风险，你可以这么去看，看到这个价格19956.19，19956.19，那么这个价格呢是今天预测的日内支撑，而这个支撑点如果今天收盘跌破，则会出现本次连续3个绿灯后的首个红灯，而它也可以代表是一种风险的信号。有关于这种上涨当中会出现红灯的防守点位，阿哲每天都会在美股开盘之前，会在 Telegram 当中去告诉大家，会发送信息来通知大家。不管阿哲呢有没有更新视频，因为阿哲一般1周更新的视频也就2个，或者说多的时候3个。那么最近呢，因为是临近春节，所以阿哲呢也是有回家过年，那么可能更新视频会比较少。但是每天盘前只要美股开盘，那阿哲不管多忙，都会在 Telegram 当中去更新这个点位以及一些行情的观点，相信呢会对大家有更加及时的一些帮助，能够让你知道阿哲目前的看法。那假如您是今天第一次订阅阿哲频道，您是首次认识阿哲，那么阿哲要告诉大家怎么样在订阅阿哲周去领取到这条消息。那首先第一步，肯定你要先订阅阿哲，成为阿哲的订阅粉丝观众。而后你只要打开视频底下的评论区，看到阿哲的置顶评论，在置顶评论当中，阿哲有放下了助教老师的联系方式，是助教老师的 Telegram 的联系链接，点击链接您就可以找到助教老师。那么跟助教老师发送2个文字，它呢也是一个领取盘前信息的一个口令，就是盘前。你把盘前发给助教，那么助教呢就会知道您是新订阅的粉丝观众，您需要阿哲的盘前提醒。那么在后续的半个月时间内，都会给大家去发送这一个福利消息、盘前的通知。只要美股有开盘，那么当天的盘前，阿哲就会发布这一个行情观点以及点位测算。那么等到股价上涨时，有那么一天收盘跌破了预测的日内低点，那么纳指才会出现本次上涨的一个红灯。那么这个红灯如果在前高之下产生，则说明短线风险确实如期而至，你一定要小心。本次所累积的短线盈利，则要及时的去获利了结。当然，大家注意了，阿哲所说的风险都是短线风险。如果你一直以来在最近1个月都有观看阿哲的视频，你应该会知道，阿哲从这个低点开始都在喊是中期底部行情。那么中期投资者，如果你曾经你的筹码有优势，有成本优势，那么本次上涨后，如果真的有短线风险下跌下来，都是你的加仓机会。你只要知道，到时候去寻找加仓点即可。而如果你是纯粹的短线投资者，你才要在这个位置去小心。中线、长线投资者，你就安心等待回调买进机会，或者说创新高之后的加仓机会即可。这里还要提醒一句，如果您是新订阅的粉丝观众，那除了盘前解析以及点位预测之外，阿哲其实呢还有另外2份福利，您可以选择是否要领取。第一份是粉丝群组以及支持台译，阿哲有一个专门的供大家学习的小组，在小组之内，如果有任何的技术分析的疑问，你都可以去提问。同时，在小组之内，我们还安排了进阶知识和内部直播，每周基本都会有。因为下周呢是春节，所以阿哲呢可能会休息1周，下周呢就没有内部课程，但是后续应该会照常展开。那么像本周我们依旧有开讲的一个内部课，就是抄底专家低买的艺术，这是我们的主题。为了感谢大家今天第一次相见就订阅阿哲，所以阿哲呢把这些课程也重新的整理了回放，因为这些课程已经结束，目前呢还有回放。如果你想学习一下当时一些知识点以及如何抄底的方法，都可以呢跟助教老师去领取一下本周的这4节回放课程，这都是本周最新所讲到的主题班课。而后你要注意，每一节班课在最后在课后都有安排了一个作业，每期的课程都会有老师安排专门的课后作业。你完成了1次作业，并且呢你收听了至少1期的课程，那么你跟助教老师才能申请加入到粉丝群组。这个粉丝群组有人数限制，不是每个同学都可以随意的去加入的。以上就是我们的第一部分关于纳斯达克指数的趋势结构分析和空间点位测算。接下来我们看一下第2部分和第3部分，我们来看到个股的解析。接下来我们看到特斯拉的日线图表。特斯拉在空间方面，价格是不是曾经回踩到382.26，
从高点的压力478.4后回落到了382.26止跌，出现了中期的底部走势盘整，目前出现了上涨，而后回归到了406.71之上，最近又出现了调整，而这个调整的力度，我们通过它的下跌会发现，其实并不凶狠，并不强，更多的像是一个简单的回落罢了。那么406.71当前依旧是一个有效的支撑，价格只要不跌破，或者说不有效的收盘跌回到406.71，我们认为这个位置中期看涨，并且后续会强势上涨的观点是不变的。只要还维持在406.71，而后股价只要给到止跌信号，我们认为它依旧会往前高478.4去运行。在空间上，这个观点我们是一直每期都有去讲到，并且目前阿哲也并没有去改变这个观点，406.71是目前的支撑。而目前特斯拉最近的2天的下跌，更多的阿哲认为是一个买入的机会，只待一个阳线的确认，在406.71之上，我们找寻止跌收阳加仓买进的机会。目前我们所看到是特斯拉的日线图表，上方呢是红绿灯动能 K 线。下方呢是 BBD 短线资金指标。我们在上期视频当中讲到，特斯拉面临一个变盘选择。为什么说它面临变盘呢？因为看到这一天的阳线底下的资金，当底下的 BBD 资金出现了绿柱，并且上穿，我们说它来到了一个关键的关口。股价如果是上涨回调，那你要关注的是何时会见到低点。如果市场真的是回调，那你要关注资金流出时首次进入到这一个 BBD 水下的这一天，当它下穿时，这一天首天就是回调低点，它也是回调变盘点。如果股价真的是回调，这一天它应该被有效的突破，并且股价要站稳。那如果它并没能够突破站稳，而是后续继续跌破，那它将会形成一个压力区，而且告诉我们这里不是简单的回调，它也是一个风险。那如果股价是一个下跌反弹呢？如果股价是下跌反弹，那么就要关注这一个绿色资金、绿色流进资金上穿的这一天，价格下跌而后反弹，绿色资金上穿这一天将是会验证它是反弹还是开始反转的一个证明。价格这一天将会有一个压力，那你会发现特斯拉在这一个位置后出现的是回落而没有突破，说明股价的多头到此处它并没有去发力。它没有去突破这个关键的关口。那像前期的这个位置，价格如果出现了股价下跌反弹，那么是不是这一天 K 线是首次上穿？好，上穿的这一天，它的高点和低点只是关键的区间。那么你会发现，在这个变盘点之后，第2天也走弱了，也有压力。但是第3天立马就突破了，所以股价还能延续上涨，因为多方告诉你这一天不是反弹高点，它还能持续上涨，它是一个反转点。而目前的特斯拉会有点危险，因为在面临中反弹反转的确认点的时候，它选择的是回落，而不是快速的去突破，所以这里将出现的是一个小高点。那它究竟会不会是一个反弹高点呢？你看一下这根 K 线的下沿。它是不是在这一天出现了一个小 K 线的跌破？那假如这个位置的阳线它的低点被有效跌破，那么它这里就是反弹高点，后续比较难办，它的多头会比较弱势。但我们看到股价的收盘跌破是以10日线的方式跌破，这种跌破的方式不能够定义它是有效的，价格唯有出现一根实体阳线，确切的收盘跌破，才意味着这里是一个有效的跌破。而当前还没有，当前还是10日线。假如在短期内它并没有有效跌破，而是再次的收盘站上，则说明目前只是一个徘徊，并没有说明多方强还是空方强。那么价格重新再次收盘突破时，则依旧认为它是反转，而不是反弹高点。那么通过动能 K 线，我们也可以发现，价格走势最近虽然回调2天，但是从低点上涨以来，这个地方是一个绿灯、红灯、绿灯。是不是一个变盘信号？变盘信号之后收阴线下跌也没有问题，见到高点。但这2天的下跌，其实它并没有出现绿灯和红灯，说明这2天的下跌它是一个相对惯性的运行，多空双方没有一个较为明确的谁强谁弱。所以当前我们看一下，接下来最新的那根亮灯的 K 线是红灯还是绿灯？如果是绿灯，甚至直接可以作为买点，直接确认止跌买进。
这里阿哲告诉大家，比如说今天是周四，那如果周四收盘突破哪个价位，意味着它是绿灯呢？我们画一下这个价位，当股价收盘突破421.555这个价位的时候，则说明价格在今天特斯拉会出现绿灯 K 线，那么今天将会构成止跌买点，这也将会是我们特斯拉在回调过程当中的再一次中线的加仓点位。前期为中线底部区，那么后续上涨每次回落，只要没有跌破关键的支撑位，我们认为这种下跌都去找到支撑，而后止跌买进的机会。以上就是特斯拉空间、资金、动能的分析。接下来我们看到英伟达，英伟达在最近受到星际之门的一个推动，那么市场呢再次掀起了这种热潮 ，AI 的狂潮，很多个股呢出现了爆发性的上涨，而英伟达呢也并不意外，出现了连续的上涨。在上期视频当中，我们讲到英伟达短线，你只要看这2根 K 线就行了。它们是什么 K 线？它们叫做晕线，一根小 K 线被完全的包裹在大 K 线的实体之中。那么这种晕线的产生，价格出现了上破，它跟特斯拉不一样。特斯拉的晕线产生之后，高点是没有上破的，而你会发现英伟达是出现了晕线之后，果断快速的实体上破，而且是实体完全站上。所以哪怕你不关注消息面或者说短线的信息和热点，那么通过这一个价格的表现，你也会知道英伟达在这里出现的是一个晕线上破，方向性选择向上，我们也会认为它是一个短线机会。那么短线投资者对于 K 线只要稍微有点研究，这一天的买点应该是能够把握住的。而当前的英伟达短线至少有了这样的一个涨幅，有了这样的一个短线的利润，我们应该怎么去看待接下来的短线走势？我们要注意了，最近连续的上涨其实已经修复了这根大阴线一半左右的价位。大阴线它代表是一个压力，同时呢也是一个筹码的套牢区域。它的一半的价位是在146.585，而这个价位昨天是收盘略微突破。这个突破目前不能完全算有效，因为对于某个支撑位、压力位的突破跌破，我们一般要求它最少是有实体过半的现象。而很明显，这一天的实体是没有过半的，它跟之前突破这一个阴线的高点的动作是不一样的。当时是实体完全过去，而这里实体没有过半，所以对于146.585的巨阴线的中轴，它有没有突破呢？还不能算有效突破。那么也就是说，英伟达在短线经历加速之后，来到了短线巨大的一个压力区间，所以这个压力区间能过，则依旧会往上去走，会往下一个高点的压力去走。而如果不能过，在这里出现走弱的表现，将会去回测一下下方的缺口啦。这里短线是要小心一点的，它是一个关键的压力区间窗口。接下来我们也看到有关于资金和动能上英伟达的表现，我们可以看到这是英伟达的一个日线图表。在前期低位出现了绿灯、红灯、绿灯，我们说这是一个变盘的信号，因为多空双方短线连续的极强、极弱又极强，它是一个变盘信号。变盘信号的方向怎么看？看下一天它是一根阳线还是阴线？它下一天是收涨的，则大概率我们后续看涨，后续更容易呢是走为上涨。所以你会看到英伟达后续收的这根阳线，而且是明显强势上涨阳线，所以短线依旧波动向上。这是一个大概率事件，虽然不一定是100%，但是这个成功率还 OK。而我们看到下方的资金是不是也在这一天上穿？我们说股价在波动当中，每次的下穿上穿，它要关注好，因为它容易是一些高低点的变盘。比如说像这一天价格下跌反弹到这一天，它是不是一个上穿 K 线？上穿 K 线的高点没有被有效突破，所以形成了短期的回落，但低点呢也没有被有效跌破，所以这里在徘徊。而当前的特斯拉其实也就在这种徘徊当中，而后英伟达这一天出现了再次的突破，是有效突破，所以股价向上波动，走出短线的上涨。那像前面这里是不是也是下穿 K 线？下穿之后第二天就跌破了，而后没有突破，而是连续的2次跌破，所以股价没有回调低点，而是连续的下跌。那么像最近像这一天是不是也是出现了下穿？下穿之后低点有被有效跌破吗？其实并没有，而后高点被突破，也是在这一天重新的突破，继续上行。那么目前这里出现的是一个上穿，如果股价这里真的是下跌反弹，
这一天就应该是高点。而你会发现的是，它并没有在这里滞涨，而是走出了和特斯拉不一样的变化，它是一个高开高走跳空突破。所以我们通过变盘 K 线可以看到，这一根关键 K 线已经突破，所以股价大阴棒附近的压力，不管它有没有受阻，只要股价回落时它没有重新跌回到变盘 K 线区间之内，我们认为它前面的高点是一定会去突破的，只是时间问题罢了。因为目前的价格走势已经用了这根阳线告诉我们，这里有很大概率不是简单的反弹，它是一个反转。而如果是反转，那么前高就应该被突破，反弹不过高啊，反转则会新高。以上就是关于特斯拉和英伟达的空间、资金、动能三个维度的分析。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也会通过资金和动能这两个维度去观察以下个股的一个变化：台积电、苹果、PLTR、谷歌、亚马逊、MSTR、高通、AMD 等等这些标的的行情快报，会相对比较快一点。那么讲解一下阿哲的一些观点。我们先看到第一只个股标的是台积电，台积电在前期走出了一个资金的下跌反弹上穿，那我们看到上穿 K 线这一天是不是后续出现了一个小高点，而价格回落下跌，当时下跌时没有阴线过半，所以阿哲在上期视频当中讲到，这一个下跌开始有所风险，当时风险没有完全的去释放，没有完全确认。我们要看一下后续有没有反包 K 线的出现，如果有反包 K 线的出现，则意味着这位置的2天下跌只是砸盘，只是洗盘。那你会发现，在特朗普就职之后，你会看到这根阳线产生，它是一个明确的反包阳线，所以这一天又是再一次短线的入场点。而后再看到这里，这里是绿灯，红灯，绿灯，又是变盘信号。变盘信号之后，股价收阳，我们认为通过变盘 K 线、变盘点后的上涨，意味着短期台积电还可以看涨。而目前台积电前期的变盘高点的价位其实已经被突破，但这个突破呢，不能说完全的有效。虽然实体过半，但实体太小，而且有长上影线和长下影线，所以目前还需要确认一下这个高点的突破是有效的，也就是说这个高点不要快速的又被跌落了。如果又被跌落了，那短线还有可能在动能上会变弱。目前呢是绿灯之后的延续持续的上涨，如果能够持续出现绿灯，那么效果会更好。说明多方动能依旧在延续，依旧在变强。但是有一点呢，阿哲觉得是毫无疑问的，就是台积电它的走势是多方强于空方，而且它已经很久了。像前期这里，它是不是也是下跌反弹有一个高点？而这个高点它也是上穿 K 线，但是股价呢没有出现特别有效的跌破。这一天险些是有效跌破，让第二天立马回归了，然后走出强势的上涨。股价后续的下跌也没有把这一个上穿 K 线给跌破，那包括新的这一个上穿 K 线是这一天，是不是也没有被有效跌破啊？跌破这一天险些是有效跌破啦，被确定跌破的这一天，第二天立马又收回来了。所以你会发现的是，资金好像有做盘的痕迹，而整体是波动上扬的。那么这里台积电，其实我们说中期来讲也依旧是看好的，哪怕短期可能会有回落，我们认为中期依旧也是看好的。这是台积电的分析。下一只标的，我们看到苹果，苹果呢最近下跌，下跌的有点凶狠。在中途，我们曾经呢在这里提醒过有一次抄底的机会，但是提醒抄底之后没过多久，出现一根大阴线下砸，把233阿哲所认为关键的支撑位给跌破了。这个时候我们说要止损，而后出现了一个运线。那么阿哲说到，运线要出现上破才会有再次买入抄底的机会，可惜它没有上破，而是下破。所以苹果呢做过一次交易，而后止损离场，短线止损。那目前能不能再去抄底？阿哲觉得可以去尝试，因为股价最近3天的下跌有一种特殊的状况，这是以前阿哲有讲过很多次的，就是它的下影线，连续3天的下跌，影线是不断的变长的。我们说下影线代表什么？下影线代表股价盘中有下跌，但是在相对的某个时间点出现了有人托盘，或者说去买进，把当天的跌幅去修复了一部分。而影线的修复则看它的影线长度，影线长度越长，则说明当天修复的力度越强，多方反攻力度则越强。而影线的长度如果在每天的下跌当中，每天的下跌当中都不断的在变长，一天天变长，连续持续3天，我们认为这是一个很明显有资金提前去买进的动作，
而这种资金往往不是一个散户资金，最后一天是一根更长的倍增于之前的下影线，那么我们认为这个位置将有大量的资金在买进，所以股价走到这里，连续的影线变长，可以作为一次关注的对象。而这个地方的买点其实还不是很好，最好呢等待收盘价能够收盘去收阳突破最后一根长下影线的高点，我们认为是一个更加不错的抄底机会。防守位设置在219.38。那么之前这里抄底失败了，那么这里能不能够作为一次中期抄底的成功点呢？我们可以去拭目以待。所以目前最新的防守位就是219这附近，而后最新的短线或者说中线的买进尝试点就是收阳突破这一天的最高价格。在资金层面上倒是看不出太多，因为它一直呢在一个水下运行，之前出现下穿的是这一天，但这一天后快速被跌穿了，所以它不是一个简单的回调，而是回落。像前期这种只是回调的，你会发现它稍微下穿就见了低点就突破了。那如果不是回调，那下穿这一天立马被跌破，而且是快速有效跌破，就风险比较大。那直到目前为止一直在水下运行，那么没有特别明显的变盘点和转空转多的点位，我们可以用价格来去观察，这是苹果的一个价格分析。接下来看到 PLTR 呢走势是相对的强势。那么在前期我们讲过，这里有一个波段钻石，我们来看到这个信号，这个信号是以前阿哲在抄底专家系列课程当中有讲过的一个信号，是股价下跌时，它如果出现，就容易是波段底部的一个信号。这个价格只要出现了，并且收盘突破了，就可以做一个买点。我们在上期视频当中讲过，突破之后的买点最好是一根实体阳线，也就是说这一天应该是一个买点，而后呢还是能够给到不多不少5-6个点的利润，这个地方应该能够把握得住吧。如果您是关注 PLTR 的，并且听了阿哲上期视频的，那么这根阳线应该会成为你的一个准确的买点，而短线是也有利润产生的。那目前的股价走势还不错，我们看到红绿灯是不是出现了一个绿灯？前面这里是绿灯，第一位出现绿灯，而后没有红灯，一路持股，一路顺行上涨。而价格这一天又出现绿灯，而这个绿灯它的左侧有2根阴线，这2根阴线呢，相对来说也有一定的压力，因为它是快速的下跌，快速的一个下落，它有比较多的套盘。目前的这根阳线是有效的实体过半，站在了这根阴线高点之上。但其实你打开成交量看一下，我们看到成交量相对最近的高量的阴线，其实不是这根大阴线，这根大阴线呢是长阴短柱，而实际上最近高量的阴线呢是这根阴线，所以目前它进入到了高量阴线的区间内。那你看一下，如果能够保持强势的去突破，那 PLTR 毫无疑问它可以继续加仓，它依旧可以继续追涨。那假如它是回落呢，那也没关系，你看一下，在这个阴线区间内，这一个支撑点，它的低点能不能够有止跌？有止跌就完全没有问题。那么这里阿哲也给大家去讲一讲它的一个红灯 K 线会怎么出现。今天啊，我们就看今天，因为这个点位每天会变。今天的一个预测低点防守是75.335，股价收盘只要不跌落75.35，那么价格走势它就不是红灯，它依旧是延续看涨，就不会出现红灯的风险。而后我们回归到 BBD 的资金，BBD 资金告诉我们，如果股价是下跌反弹，那么关键点就是上窗的这一天，而上窗这一天在这里，股价上窗，价格高点是不是突破了？而且明显是阳线，实体完全的站上突破，所以阿哲觉得本次的 PLTR 下跌不是反弹，应该是反转。这个区间之上，我们认为新高是有望的，所以目前 PLTR 得关注一下。它的走势已经是有所转变，多头是变得很强了。接下来我们看到谷歌，谷歌最近的走势是创了左侧新高之后创高收低，这不是一个好的信号。一般创高收低则意味着它有可能构成2B 的突破失败。在股市的走势当中，特别是这种震荡的区间当中，它出现了收盘没能突破，高点却创了新高，它出现了回落。这其实有可能是一个抛盘过强，而后冲高遇到压力的表现。因为你会发现的是很特别，
这一根影线的左侧分别还有2根长影线，所以在这种位置是一个比较大的压力区间。当前短线的股价上涨，涨到这里，你说去卖出，阿哲觉得也没有太多问题。如果你是中线持股，那你可以看一下这根长上影线的低点，它的低点收盘会不会被跌破？如果股价后续阴线收盘跌破这根长上影线的低点，那意味着它又跟前期一样是一个冲高回落的高点确认，而目前是还没有跌破的。那你看一下以下上来的时候，那么这个位置是不是一个上穿 K 线？而上穿 K 线的地方，它就是一个关键的区间。如果股价是一个下跌反弹，到这里就应该是高点，而目前确实有见高点的可能，它没有去突破。而如果后续跌破，就更加确定了。所以目前的谷歌在资金上、在价格上都有风险，有一个突破失败的风险，就看这根长上影线低点能不能守得住。接下来我们看到亚马逊，亚马逊的走势也还是比较强势。像谷歌是创高收低，而后突破失败。那么像亚马逊呢，收盘是突破成功的，价格的走势突破，而且没有出现三小顶，它的一个实体是逐渐上涨、逐渐放大，比较强势。而我们看到底下的资金在下跌之后，是不是这一天是下穿？下穿 K 线，它的低点并没有被有效跌破，这里是支撑，这里没有有效跌破，这里跌破了个3天，而后快速又收回来了，所以这个低点变盘呢是有效的。价格走出上涨回调，那么这个过程它是一个震荡的回调过程，而股价目前它是把它的高点给突破了，站上了。我们再看到哪一天是上穿呢？这里有点不好分辨哪一天是上穿。好，这一天是上穿。价格走势，这是一根关键 K 线，股价下跌反弹到这一天，它是一个首次的上穿，高点后续被突破，并且是实体完全站上突破。我们认为它不是一个反弹，而是反转，所以高点呢被有效突破。那如果是一个反转，那么应该目前还远没有结束。那么亚马逊呢，我们可以看一个相对不错的 N 字形结构的突破，目前你要验证一下它的突破是否有效，它可不要在这里出现2B 的信号。那么这一天突破了，我们尽可能的去看一下会不会守住前方高点支撑，只要守住，股价下跌出现的是缩量的，守住前期的高点支撑，那么后续这里应该会延续这一个低点后的上涨，走出一个 N 字形结构的上涨。接下来我们看到 MSTR 这只标的，同样也是阿哲的一个重点关注的对象。除了特斯拉、英伟达之外，阿哲也是重点关注一下 MSTR。MSTR 从第一位出现上涨，那你会发现它出现了连续性的绿灯，前期的股价上涨回调是哪个位置出现了一个下穿呢？是不是这一天出现了资金的下穿？我们的强弱轴下穿之后，它就有可能是一个变盘点。股价如果是上涨回调，它真的是回调，那么这一天大概率会见到一个低点。那你会发现是不是见到低点？哦，价格第2天突破，第3天、第4天完全就是站在这之上，所以它是一个上涨回调。而这个过程当中，目前的股价又是上涨后的震荡，而你会发现底下有红灯和绿灯吗？都没有，那么就说明这个位置的调整它其实并不是很强势。我们看一下什么时候下跌会跌出红灯，那么看一下 MSTR 的一个日内今天的支撑是364.53，如果今天 MSTR 的收盘价跌破364.53，那么它才会出现红灯，才会是本次上涨以来第一点上涨以来的首个红灯，才要去小心。而目前它是还没有出现红灯的，所以按照相对的右侧持股来讲，还没有出现卖出的信号。目前的 MSTR 还没有出现趋势卖出的信号。我们再看到价格走势的这一天，这一天是连续流进资金的首根翻红，首根流出，所以这一天可以作为一个关键的区间箱体，关键的 K 线。价格走势虽然在下穿的时候，我们认为是一个回调低点变盘，但是在首次出现流出的时候，这一天也可以作为一个低点，或者说作为一个支撑位来去看。那么目前它也可以作为一个支撑位去看啊。那么这一天如果出现有效跌破，其实也是有一定风险的。它说明这个回调点位
大概率呢会延续去走到资金的下穿，那么就说明还有一定的下跌调整空间。那最好不要跌破这根 K 线，只要不跌破这根 K 线，就还是比较强势的一个调整。而如果能够把这根 K 线收盘突破你可以作为本次上涨调整后的再一次加仓点位。接下来我们看到下一只个股是高通，高通最近的表现也比较强势，是连续的一个绿灯。而绿灯走势中间呢，有一个绿灯、红灯、绿灯，是不是连续的转强转弱又转强，是一个变盘信号？变盘信号之后又是收阳线，又是看涨，所以股价呢延续的上涨。在前面的下跌当中，它这一天有下穿在这附近有下穿而构成的低点，上涨回调，这里呢都没有下穿，继续走出上涨。所以最近的高通是比较强势的，但这里呢要稍微提醒一下，我们看到 GMMA 是固比均线，你会发现高通其实前期一直走的是一个空头排列，走了很长时间了，从前面的高点24年6月份走到现在，已经有超过半年的时间是空头排列。空头排列有一个特点，就是遇到这一个中期成本线时，是会有一个风险，是会有一个压力的提醒，要小心这附近的价格表现走弱。而目前的股价走势是出现了走弱之后回调，没有生产，没有创新低，而后继续的上涨，走了一个 N 日形结构的突破，并且延续。所以目前的高通是有机会出现底部行情，底部的由空转多。当前的固比线是短期线站在了中期线之上，而且是比较有效强势的站上。那么后续我们要关注了，它是否会转势成功，就看一下接下来的调整。调整过程当中，不要去跌破这个黄色成本线，只要不跌破，慢慢的它就会走出波段上涨，又重新回归到上涨序列当中。所以高通是比较不错的，我们可以去关注它，至少比 AMD 呢要提前走出趋势。那么 AMD 是我们最后一只观看的标的，那高通为什么比它提前走出趋势？你看一下固比线就行了。那固比线的走势是不是还是空头啊？每次的股价遇到这个中期成本线，它就走弱。那难得呢有那么一次反弹强势的站在了中期成本线之上，还快速的跌破了，这转势就失败了。那目前距离高通的转势，它还差得远呢，它还没有站上中期成本，更不要说回踩不跌破，它目前会不会受到压力，都还是未知数。所以当下的 MD 我们可以看到，短期已经遇到了中期成本线，这里要小心，千万不要走弱，一旦走弱又是一个高点。我们看到红绿灯，红绿灯目前的走向是一个绿灯、红灯、绿灯，而后走出上涨，所以延续了一下上涨。那么这个上涨目前上方我们说有中期成本的压力，你要小心这里出现红灯。那么怎么会出现红灯呢？则看一下它的点位，今天日内的支撑是122.831。如果在中期成本黄线附近出现了红灯 K 线，股价今天收盘跌破122.831，则红灯出现，结合中期成本的压力，这里又是容易构成一个反弹高点的地方，要小心。我们也可以通过资金来划分重要区间，前期股价上涨、下跌、上涨，在下跌的过程当中出现了这个位置的下穿，下穿时我们说它是个变盘 K 线，容易是变盘低点，在这里开始走出了上涨，前期这里上穿遇到了变盘高点，股价呢略微突破，又再次的跌落。那目前这里你出现的是一个上穿是谁？是这一天上穿的，上穿之后股价突破，那么希望后续如果真的有承压回落，那么也不要去跌破这根 K 线的低点，只要不跌破，我们认为它的一个走势依旧能够延续，甚至呢会像高通一样能够突破中期成本线的压力，也希望 MD 能够走出如此的反转。以上就是1月23号美股盘前行情快报。目前的美股欣欣向荣，在特朗普新任就职之后，我们发现市场是相对乐观的。那么这种情况下，短线有较多的获利。那么如果您是在最近有所盈利，那么希望在新高之下的风险，我们要尽可能的短线保住你的利润。这里阿哲还是希望美股能够同步新高，继续走出上涨。在新年，我们2025年能够迎来更加强势的美股上涨行情。但这里的新高风险还是不能够去忽视，所以一旦后续在此点位出现任何的走弱迹象，那么美股将容易出现短线的回落，而中期则出现
加仓机会。更多行情解析，我们下期再见，拜拜。